殿下犒军，乃绥远军将士之福。末将于此带20万绥远军将士，谢殿下恩典。沈将军征战多年，劳苦功高，不必多礼。听闻将军刚回健康，夫人就身体抱恙，本王已吩咐医官多加照看。三宝，是。这是本王从上药局寻来的一些珍稀草药，给夫人带回去吧。谢殿下恩典。另外，本王已向皇上请旨赐婚。赐婚？殿下，世数有别。当初高祖皇帝只是一句戏言，我家小女实在没有这个福分。君无戏言，高祖皇帝早已留下遗诏。我和皇上也商议过此事。此次将军凯旋，朝廷将委以沈家重任，沈家也会因此处于风口浪尖之上。联姻是对沈家最好的保护，也为皇上和我将要做的事情迈出第一步。为了北京20万绥远军，更为了天下苍生社稷，将军就不要再推辞了。末将明白。太妃，此事关乎宗庙社稷，万不可听之任之啊！彭城王身为监正，只不过是纳了个侧妃，我怎好驳了他的面子？再说了，王妃至今也无所出，她愿意纳侧妃，开枝散叶，哼，那也是好事儿啊。这开枝散叶固然是重要的事，但历来世庶不得通婚，彭城王欲纳庶族为妃，与礼法不合呀。这万一天下纷纷效仿，这后果将极其严重。太妃，祖宗的规矩万不可破啊！还望太妃为社稷考虑，断了这门亲事啊！中书令啊，我明白你的苦心。春芳，在。中书令，你可还记得，彭城王可是有高祖皇帝的遗诏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出了宫的太妃，难道你让我抗旨不成啊？这件事啊，我是真的无能为力了。啊，你尽可放心啊。韵之啊是个好孩子，只要有我在，她永远是这王府里的正妃。太妃，我这样做绝不是为了一族荣辱，而是为了大宋的千秋基业呀。哦，千秋基业，好。哎呀，韵之来啦！见过母妃。好，春芳啊，我们去喝茶。允之，哥哥这又是何必呢？何必？彭城王如此不给士族颜面，一意孤行，令寒门暴贵，礼法尽失。你作为正妃，却一副置之不理之态，你是要把祖宗礼法置于何处？哥哥，王妃，走吧。殿下。呀，轩儿来啦！啊，来人，上座。是。刚才中书令找您什么事儿啊？你四哥呀要迎娶沈家之女，这王妃呢，一直都无所出。中书令怕是着急了。
你说的是沈廷章沈将军的女儿？那还能有哪个沈家呀？季叔啊，你说沈将军会把他的哪个女儿嫁给四哥？能与彭城王联姻的，自然是沈家的嫡女啊。可是，沈将军刚刚与女儿相见，他愿意让女儿出嫁吗？那再说了，沈家大小姐那个个性，她愿意嫁入王府？殿下，您似乎对沈家大小姐格外上心呐。一个女子，竟敢孤身刺杀陆远，第一次见到亲生父亲就对妹妹大打出手，真的是一个嫉恶如仇、率意敢为之人啊！像这样的人，她绝对不可能随随便便嫁给一个素未谋面之人。而且这沈家大小姐回府的事，神府也并未对外宣扬啊。所以殿下，可能就如您所愿，嫁的是那沈家的二小姐。真的？哎呀，殿下，属下失言了，失言了。殿下，高祖皇帝的遗诏是与沈家联姻，而且世人皆知，自从沈家大小姐失踪之后，沈家的二小姐便过继成为沈廷章将军之女，所以彭城王之意，可能娶的也就是沈家的二小姐。什么大小姐、二小姐？让开！哎，殿下。全城都在找你，还敢往我这儿跑？沈夫人病重，我不得不来。这么严重？师兄，我记得你有一本药食典，里面有专门治疫症的偏方，在哪儿？烧了。烧了？看过，记住，便烧了。哎，写下来。写啊！她是阿奴的亲娘，难道你忍心让她一直昏迷不醒吗？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沈家的女儿了？你知不知道，委身沈家只是权宜之计？我明白。那你又知不知道，彭城王将纳沈家之女为妃？此事与我无关，只要沈夫人好了，我便会离开。快写啊！梁公，这方子能用吗？此方极为凶险，若成，夫人或可恢复清醒；若不成，夫人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。是生是死，请慎重。周正在，先送梁公回去吧。是将军，请。你从哪儿找来的药方？三九堂。三九堂表面上是一家药铺，但实则也买卖江湖上的消息。他们的消息一向可靠，这药方绝对不会有问题。但三九堂的消息向来千金难买，你哪来的钱？三九堂的堂主曾经欠我一个人情，眼下情况紧急，留给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既然也无他法，不妨一试。爹，我真的想要救娘。娟儿，你喊我什么？爹，大哥，我知道自从进入神府以来，你们一直都在怀疑我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必要害娘啊！是娘把我寻了回来，给了我这个家，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若是我真的想要害她的话，那她病发之时，我一走了之便是，为何还要苦苦寻得这药方？爹，请您相信我，若此药方有问题，离哥愿以性命相抵，绝无他言。
爹，姐姐游历江湖，见多识广，说不定真能救娘。我们赌一把吧，我相信姐姐。娟儿，爹就把你娘亲的命交给你了。娘一定会平安无事。将军，陆护军求见。护军亲至，有失远迎。皇上赐婚，陆某特意前来向将军道贺呀。多谢护军。祖父曾提起过，将军追随高祖皇帝开疆拓土、历朝奠基时，就是勇冠3军。如今花甲之年，锐气不减当年啊！陆某佩服。老夫惭愧。将军何必自谦？高祖皇帝手下4员猛将，唯有将军得这情中柱石之誉，可见将军是得天命护佑，众心所归。护军慎言。老夫身为人臣，识君俸禄，为君分忧，使命使然。将军得胜回朝，又得眷宠与皇家联姻，双喜临门呢。如今的风光，真是令人望尘莫及。将军何必如此小心谦逊？护军年纪轻轻，不仅做过武兵尚书，亦是掌控10万外军的护军将军。同伴军策，岂会不知个中分寸？老夫一家能有今日安稳，全得高祖皇帝和当今圣上不弃，不吝提拔，自不敢居功。护军，听老夫一句：人言可畏，当以人为鉴，以己为鉴。固然是皇恩眷顾啊，更少不了彭城王不遗余力的提携。哼，玩笑而已，请将军不要介怀。将军荣宠不惊，不愧是沙场老将。陆某祝将军一直能深得彭城王的信赖。承护军吉言。天色不早了，在下告辞。护军慢走。爹，娘的药煎好了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好。这声音，这是夫人喝药剩下的药渣。夫人如何了？听说夫人这2日还未醒来，大小姐为夫人熬药，衣不解带地照顾夫人。将军对大小姐……大小姐，好一个孝义有道的大小姐！去查一下药方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是。
娘，您慢点儿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娘，你再叫一遍。娘。哎。好孩子。子兰，你终于醒了，是佳儿求来的药方救回了你。娘，您别激动。你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啊？这个药方十分凶猛，若是您哪里感觉不适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嗯。娘。爹爹，娘亲，女儿有罪，女儿不该一时糊涂，犯下大错。爹，这是女儿在佛堂闭门思过手抄的经书，已送至护国寺，请方丈焚香渡劫。女儿不敢奢求爹爹和娘亲的原谅。只愿娘亲可以康复如初。你反省过就好了。好在你娘她现在……娘，娘，子兰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子兰，娘，娘，凤儿，娘，去叫梁公。是，快去。怎么回事？娘不是已经都醒了吗？是不是药方出了问题？姐让一下。爹，女儿就算拼上性命，也要救娘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姐姐，姐姐可是来怪妹妹，怪妹妹抢了姐姐几日衣不解带的功劳。姐姐想说什么？我给娘的药方当中，有一味牛膝，可舒治化瘀，但娘身体过虚，服药以来我谨慎用量，娘的病况也愈见好转。但是，今日你拿来的这竹简，却是用桃仁汁泡过的。这桃仁与牛膝药性相同，所以娘今日才会突然吐血。所谓以血引之，不过是你的障眼法而已。姐姐学识渊博，我可想不了那么多。这几日我一直在佛堂抄经，哪会知姐姐用的是什么药方？你若疑我，
不如告到父亲面前去。这次，你的确是做得滴水不漏。但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想跟你争什么高低，你好好做你的神府小姐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真拿自己当神府嫡女了？我是不是神府嫡女，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你不是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们那些弯弯绕绕的伎俩我不懂，但是你要再敢拿娘生事，我杀了你！你不敢！你以为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没有杀过像你这么卑劣的人吗？娘，这是我在梅州时学来的，您尝尝。好，你也吃。好。哎呦，是谁让我？除了你姐还有谁啊？你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躲在你姐房前鬼鬼祟祟的，想干什么？我是看你们偷吃什么呢？快给我尝尝。那是……甜呐，一点都不苦，好喝。无礼。我们沈家呀，出生于将门，过的也是腥风血雨、刀口舔血的日子。这女眷们虽说在府中，但也一样不能忘，所以我们熬莲子羹，从来都不去莲心，吃的就是这个苦。女儿明白了。不过娘，说真的，还是甜的好喝。啊，佳儿，娘啊，又给你挑了几个机灵勤快的丫头。娘，姐姐这里的人手要是再多下去，都没有地方睡觉了。凤儿说的没错，我院子里的人手已经够多的了。啊，这个院子有点小，这么几个人都住不下。要不娘再给你扩一扩？娘，您也太偏心了吧！这个院子都快比您的院子大了。哼，您的心里就只有姐姐，都忘了有2个儿子了吧？你都多大了你还撒娇呢？我看，就你的院子离你姐姐最近，要不把你门前的那片梅林砍了，给你姐姐做后花园？什么？那可是我练武的地方。练武哪儿不能练啊？好了，娘，别逗凤儿了。你放心，姐姐是不会砍你梅林的。哼，还是姐姐对我好。佳儿，娘今天还能再见到你，真的是要谢谢你的师父。若是有朝一日还能再见到他，娘一定要感谢他的大恩大德。对，我也要感谢他让姐姐回来。姐姐，你不知道，我每天面对那个像柱子一样的大哥，我都快闷死了。你这么说你大哥，你不怕你大哥知道了罚你呀？我是实话实说。大哥，真的像柱子一样木讷吗？何止是木讷，我告诉你，就我大哥，他心里面有一个姑娘，他把她放在心里都快腐朽了，都不告诉她。也是，你大哥这个人啊，除了当值，整天都在书房里研习兵法，就像一块榆木疙瘩，而且还是敲不响的。就是嘛，他在王府里当值不语，
在家里啊，就像一根木头柱子。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，那更是无趣。不管别人问他什么，他只会回答：“好，好。”我真的像个柱子似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就只会这样回答，他永远都这样。将军，回来啦！来，快过来喝嘉儿熬的莲子羹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他做的跟我做的不一样。哎呀，其实把莲子心去掉，还真是挺甜的。出了什么事儿了吗？皇上让我们沈家和彭城王联姻。联姻？我们花了18年才找回我们的女儿，难道这么快又要把她给嫁出去啊？况且，彭城王身为监正，朝堂上下起伏万千，我们怎么可以把女儿置于这样的境地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紫兰，皇上已经颁旨了。世庶不通婚的这场联姻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些将士们，他们愿意吗？皇上龙体前案，陆家横行朝野，彭城王身为监正，不得不忍辱前行，以图弘志。若要重塑朝纲，必掌军力。而彭城王能信任的人，也只有我们沈家了。他为了宏图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就应该牺牲吗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你心里只有朝堂。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们这个小家？当初嘉儿还不是因为你？够了！不仅仅是彭城王需要我们沈家，你有没有听过“功高震主”？自古以来，权谋之路，功臣只有2种结局：要么永远被信任，要么我们沈家也需要彭城王的庇佑。可是将军，嘉儿我们已经找到了，我们辞官归隐，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团团圆圆的过日子，不好吗？紫兰，你也是将门之后，应该和我一样明白，将士们在外浴血奋战，为的是什么？高祖皇帝临终赐我情中柱石之时，我就承诺过，我们沈家世代势必守护大宋。莲子都是苦的。谁？啊，妹妹，是我。柱子，大哥，快入冬了，屋子里冷，我看你
又不喜欢丫头服饰，我给你备了个暖炉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被窝里。我之前怀疑过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只是……我知道，你只是担心娘。我以后再也不会怀疑你了。我相信，你就是我妹妹。自从你回来以后，娘的病情就开始有所好转，风儿也活泼了起来，整个家里都多了欢声笑语。佳儿，欢迎你回家。多谢大哥。太好了，小姐，彭城王要跟我们沈家联姻了。小心。民女谢过殿下。你是沈将军的女儿？正是，民女沈乐清。乐行幽为，清雅绝尘，是个好名字。从前总盼着你能来沈家，能偷看你一眼，都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成为你的王妃，简直是不敢收啊！你知道吗？你在我心里藏了很多年了，就连做梦都是你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。现在终于有机会来到你身边了，老天还是眷顾我的，一定是听到了我对你的思念。小姐，这是想到要嫁给自己心心念念的如意郎君，害羞了呢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就知道打趣我，你就知道打趣我。好了，你看我知道你的。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行了吧？今天心情好，放过你了。可是小姐，沈家现在可是有了嫡女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沈家儿才刚回来，娘肯定舍不得她出嫁，不如就让我嫁出去，还能如了2个人的愿。这样可行吗？不可行，不可行也要争取。这是唯一一次机会，绝对不能放弃。爹，晴儿，晴儿已知，皇上赐婚，女儿愿替姐姐出嫁。你愿意嫁给彭城王为侧妃？是。你可知道，以庶族之身嫁入皇室，等着你的不会是荣华富贵，而将是全天下士族的口诛笔伐。无论你得宠还是失宠，你身边明枪暗箭是永远不会停的。
青儿是您的女儿，这些年在沈府，爹和娘待青儿如亲生女儿，爹娘的养育之恩，青儿不敢忘。青儿愿替爹爹分忧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答应过你爹要抚育你长大成人，再为你寻一门安稳幸福的婚事，平平安安度过一生。嫁入王府这条路不好走。青儿明白，可皇上已经下旨，赐婚之事已定，爹若是拒绝，便是抗旨。两个都是我女儿，爹不能为了佳儿，就牺牲你的幸福。爹，总要有人去的，青儿愿意去。若是姐姐去，青儿担心娘再受到刺激，万一娘……这太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爹。之前是青儿一时糊涂，青儿悔恨不已，愿意以此赎罪。只是还有一事，这嫡庶有别，女儿替姐姐出嫁，府里人多眼杂，难免走漏消息，所以还请爹安排姐姐暂离健康。等我出嫁之后，爹和娘再把姐姐接回来，那时候再公开沈府嫡女已经寻回，这样也说得过去。好，好。这些够你花一阵子。青儿，上次舅舅跟你说的是，就是让你表哥在绥远军谋个职位。可爹才刚回来。莫不是你想假戏真做，真把那沈廷章当爹？你可不要忘了，你爹当时是怎么死的？要不是那沈廷章贪图军功，你爹他……让你办的事儿，你办好了吗？这次都是舅舅亲自找的人，你放心，万无一失。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这个沈佳儿。舅舅保证，连尸体都找不着。姐，你不是刚回来吗？怎么这么快又要走了？你什么时候再回来？臭小子，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不许再惹娘生气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说话。听见了。大哥，我不在健康，妹妹又要嫁到王府去，以后这个家只能靠你尽孝道了。我一定会照顾好娘的。爹，不用说，我明白。姐姐，妹妹以前一时糊涂，有诸多错处，还望姐姐不要往心里去。姐姐放心，你我姐妹一场，青儿定不会让姐姐失望的。妹妹只要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就好了。将军，夫人，大小姐的车已经准备好了。
对不起，我终究不是阿奴。我的存在对沈家来说，或许会是最危险的事。夫人，保重。不用送了。殿下，刚才方清明明认出了殿下，还不识抬举，殿下为何对他如此包容？他是太傅生前最得意的学生。太傅走了，方清执教仪贤馆，是天下学子的代表，亦是我大宋未来的倾力。新政修法度，需要的不仅仅是人心，更是这仪贤馆中众多的人才。三宝，公子小心！是你，是你，公子！公子！此生泪如小小无边织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耳语，待天看云起再浪迹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巧与你，踏过这一刻的生死绝尘。